没想到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地铁车站旁边啊，一条河冲的边上有一个小公园，边上的就是车水马龙啊。哇，这个车它都不让我出啊！幸好我的车比较小。哎，好像我走错了啊！好吧，本来想走到对面去的啊，结果还是走回来了。再从这边来看看这条河冲。这就是我刚刚出来啊，骑出来的地方。前面呢，反正也有一条桥，我可以骑到对面去，再从对面的河岸那边骑回去。这边呢，还稍稍做了一些美化，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左手边的是竹林，和那些可以给人家坐一坐的啊。这个算是长椅吧。对面呢有好多棵紫荆树啊，开着花呢。这边呢是应该是可以过去的啊。这边呢是雅居乐的红喜华庭第一期啊。哎，这边就不错了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楼盘的关系呢？这边的步道啊，修建的比较好一些，很多小朋友啊。自行车。听着这些啊，带着孩子的长辈，我的理解应该是祖父母这一代啊，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是讲的北方话。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的子女啊，在这边工作、落户、安家，但是呢，忙于自己的工作啊。所以就需要他们的父母呢到这边来帮忙。到了这边又好像没有路了啊！干脆啊，改变方向，往那个光明北路那边骑吧。
以前有一位什么经济学家胡说八道啊，希望大家用6个钱包，就是小两口再加上2家的父母啊，一起出钱来买房子。那么如果说钱包里头有钱，那也就罢了啊。但其实我们知道的现实有时候比想象的要残酷。也就是说呢，有很多的父母啊，他们身处北方，一辈子呢其实也没有存下多少钱来。那么他们怎么才能够筹到钱来支持自己的子女在大城市买房子呢？那唯有呢把他们自己的自住房，就在北方的自住房的卖掉。最后呢，只能集大家全家人的力呢，付一个首款啊，给子女呢到他们打拼的这个大城市里头呢，来买房子。那最后呢，有可能就发生一些悲催的事情，因为2代人的想法不同。观念呢，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碰撞，生活方式呢，也有不一样。所以最后呢，有些家庭矛盾就激化，甚至呢就爆发成家庭的冲突。但是呢，这个时候的父母亲已经没有退路了。你要退回去，家里的房子呢已经卖掉了，那就大家只能凑合。有时候呢也会引起这个婆媳之间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家庭的矛盾，进而呢让自己的第3代啊，在这样的一种家庭的不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呢成长，就会发生很多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矛盾啊。所以呢，有时候啊，真的非常微妙的一个事情。作为父母亲呢，永远就是想来帮子女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一样。同时呢，他老了以后呢，他也是防儿养老嘛，就希望说他的付出呢，能够得到子女的将来的一个回报啊。结果呢，有些事情都做过头了。急于求成，不顾自己的一种经济的实力啊，和自己的不同的，应该说文化层次的一种需求吧。最后呢，那些父母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在这边带孩子，一边呢就可以享受啊含饴弄孙的这种乐趣啊，同时呢又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啊等等吧。所以这个是不得不面对的新城市人的一些困扰。
最近呢，看到经济学家，但凡稍微政治一点的经济学家呢，都是对当下和未来的这个经济的形势表达担忧。很多的观点呢都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它的走向会影响整整一代甚至2代人。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原本有生意做的那些街铺少了很多的生意，还在做的呢，也就是在坚持，大部分都是惨淡经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小街铺的，它的一个对象消费的对象呢，往往都是一些新的居民。一旦这一群的新到城市里面来发展并没有站稳脚跟的这个巨大的群体，如果他们对经济的前景感到失望或者悲观的话，轻则呢，他们就会捂住他们的钱袋子，不敢消费重则呢，就会产生逃离大城市的这样的想法。那事实上呢，也有很多人拿脚来投票返回他们家乡。虽然他们的老家呢是很欢迎他们回去的，但是回去以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心理平衡，能够维持一个在大城市里头的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呢，没人可知所以这些社会问题呢，都是我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根据我的观察，根据我的感受虽然只是自己的小小的感受未必能够代表其他人的这种认识，但是呢，多多少少也为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状况呢，有一些担忧。现在呢，我们骑行在应该是光明北路，向着星光快速的那个路口的方向。也就是说呢，继续往前骑就可以到达揽塘村的村口。这边呢有一个不知道算是农家乐叫历城生鲜盛宴，因为这个店好久了我们以前一直经过这边，当然我们从来也没有进去过这个地方不知道有个什么所在呢好像也是一个村庄吧。也是村头开了很多的这些
农家乐农庄。我看到牌子上写的这个右前方呢，就是莲花大道200米。这边呢就已经到了东沙村了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在四广路转到西环路那边，好像搞错了啊，那个是沙头村，这个是东沙村，是我搞错了。就这边呢，就在对面的懒塘村的正对面啊，马路的这边呢是沙头村，是东沙村啊。我就知道我又走错了，真的拐到莲花大道上来了。我要走的是右手边里面的那条马路啊，走着走着就差一点就走错了，走到莲花大道上去了。但其实呢，我是要走这条。从这个再往前呢，就是星光快速的地方了。刚才有个小小的石碑上这么写的。这条道呢，没有专用的骑行道啊，所以要贴着右侧啊路边来骑行。但好在呢，这个马路啊非常的宽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手表呢，应该已经骑了8、9公里了啊。但是呢，很奇怪，我到现在还没有喝一口水。一个呢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的地方，另外一个呢，老实讲，我也并没有那么的渴，可能跟今天这个阴天啊，气温相对不高。出汗呢不是那么多有关系啊。前面呢就是懒塘村了啊，所以这段路呢虽然没有专门的单车道啊，但是路况很好，骑起来呢倒是挺舒服的。主要呢是一条平路啊，它没有那种很大的坡度。
走到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左前方的保利的宏悦花园正在建的那个楼盘。然后更有意思的呢，就是那次啊，我去金山大道上那个房车的销售商那边啊，后来出来呢，就到这个村里逛了一遍啊。这个村呢叫李仁洞村的马显彭庄，有姓马的、显的、姓彭的啊，3家姓这样的一个村庄。那我们今天继续骑到这里面来吧。这个呢，就是我那天啊骑过来的显村工业街。我呢有点好奇啊，因为每次从星光路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啊，在保利宏悦花园的对面呢，它也在起一堆的楼，但是那个楼呢，像是住家的啊。但它也不是那么的高。我跟我太太呢还议论过啊，我说这个地方呢会不会是一个回迁的这样的一个本地居民拆迁房呢？但是又觉得为什么起得那么低呢？就其实没搞清楚啊。所以呢，既然已经来到了这边啊，那我们呢也就往前去走一走吧。就在这个星光路的边上，大量的这些修车养车的这样的一些店铺。我也不知道这个等一会能不能往那边穿出去啊。哦，这个大坡稍微休息一下，顺便呢在不合适的地方停一下喝支水了。这些呢，肯定啊，都是村里的一些土地，盖了一些厂房，盖了一些店铺啊，供于出租，然后村民呢就可以分红，留下资金呢，可以做一些公共的福利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啊。这有很大的一个印刷厂，继续骑行。已经有骑了78分钟了，应该和昨天啊差不多的一个路程，10多公里吧。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左手边啊，整排的那种7、8层楼高的这个房子，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用途的房子呢？质量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啊，但这个像商品房吗？好像不像吧。这个是不是有点意思呢？我们来张望一下啊。这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些啊，它也建了一个平台，在平台上面呢建了很多房子啊。这房子都是比较低层的，感觉呢建好了还没有人搬进去啊。前面我看见有金山产业园啊，这金山工业园的这个地头了啊。但这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是不清楚啊，没有任何的标示。我希望啊，这个就是应该是给村里的拆迁的老百姓住的吧。这个招牌我从刚才那个李仁洞的那个村口啊，表哥好巍峨，现在叫包马爷，在这个农民的房子的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招牌啊。这个就是出园区了啊。所以呢，那个房子好像是在园区外面建的吧？大片的这个房子。完全是围蔽起来的啊！另外的一片像是一个住宅区，还是一个什么产业园啊？不知道，应该已经在最后的平整那些楼边上的土地，开建花园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啊。出去也不知道去到哪里了。如果没弄错，这边就是又走出去了。
这个就是啊，前些天来过的那个叫马村呢、马显彭村里面的一个已经是第2次从这个村里面往那个懒塘村的方向骑行。村里啊，就是有一种说的好听的叫随遇而安，说的不好听呢，就是随波逐流。村民们面对时代的变迁啊，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有点手足无措。除了能够在村头三三两两打个牌消遣一下，你内心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很焦虑呢？但是你又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怎么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境况？因为毕竟啊，读书读得比较少，而且呢，受太多的传统的一些思想啊，这种教育的影响，大家呢就只想做个顺民，很少有人主动要去挑战这个现实，那么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啊，到最后呢，也就是躺平、坐等这边的整个的发展把它带起来，大概就是这种思维吧。现在我知道了啊，这个呢叫马显彭村啊，马显彭村3家姓啊。刚刚准备要过这个马路到懒塘村的时候呢，我的 GoPro 电没了，所以呢我就停下来啊，换一个电池。现在呢我就顺着那天推行的那个路啊，向着大坡，向着前方的保利乐公馆走300米，因为这条路呢实在是坡度太大了，我就放弃了。
骑了有14公里了啊，不知不觉当中，所以呢，这段路呢就推行一下啊，也算是一个喘息休息。刚刚呢，我已经喝了一口水了。走在这个行人道上啊，慢慢的向前推行，就感觉安全多了。刚刚呢还是从对面过来的啊，就是那个现在建高楼的边上有一群楼房，不是很高，但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不是村民的回迁房。那边倒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转眼呢，我们又来到了马路的对面啊。所以骑这个小单车啊，它有时候还是蛮有效的啊。1-2公里的路，也就是一眨眼就到了。刚才呢，我也捏了一下后胎轮胎的这个气压啊，好像跟骑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能当时就打得不足吧。说明它要漏也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所以呢，应该不会说突然就完全没气了啊。就是这个几百米的坡啊，走上来我觉得比骑行要累多了。今天这个车头包啊，还装了不少东西啊，除了3支水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器械，甚至还有一个打气筒。好，已经过了这个上坡路了，又到了这个保利的楼盘的大工地啊，我们准备骑行了。就在这个保利啊楼盘的坦克边上经过，这边呢有一个保利红月花园配套公交总站竣工，这么一个横幅啊。
这对面呢是一个公教中心。公交中心，应该这条马路两边的房子都是金山谷的啊，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金山谷第77啊这样的一个写有这样的一个牌子。又到了义库了。既然已经到了义库这边了，打算再到这个湖边休闲的骑一圈。反方向这边我应该没有骑过吧？今天从这个方向去兜一下。今天的湖水啊，好像还多了一些。往那个这把高一点的，交不了了，是吧？那就是这个方面是。所以这边呢，其实已经是金山谷的一个私家的地方了啊，进不去的。看来掉头了。但这边的景致呢还是相当不错啊，对面是一些商业的房子，前面更多的是开店的啊，这么一个湖。行，我们都到对面去。这里的老年的广东是户口就是老年的。
边呢就有一个清水的平台，哎，忘了骑下去了啊。就在这边休息一下，看看湖景，喝口水。他都是不要的，没给钱的，所以说吧，如果找这个吃的好一点，那都喝多一支水，减轻一些分量。其实啊，我已经看到，就在这个楼的前面那些高楼呢，就是祈福的那个祈福名望天下啊，这个楼盘，这个楼也挺高，50多层。对面这座望湖的楼宇还在装修啊，施工过程当中，不知道是哪一家企业能够把这么一栋楼吃下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相当不错啊，搞一个养老院这种机构应该是蛮合适的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再到里面去骑一圈，这环境真的是非常好。慢慢悠悠的这么骑啊。哎，哦，这个就是应该是磐石流吧？那这个就是磐石流了啊！我那天看到啊，我那个院子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树啊，长得很高大了，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树，我以为是一个石榴啊，它长得像石榴，但实际上它是个番石榴。对，这边呢是可以进到商业区的啊。这边呢就应该去到啊整片的这个商业区，从这边来望一望啊，宁静的小湖啊。今天没什么风，所以这个水面啊非常平整。买几个月，我不要买这个了，买个网网。哎，我那个买。
我上2次呢都在这边就掉头，但是我今天呢打算把这个车抬到这个台阶上，上面呢就应该是那个商业广场啊。好，抬上来了。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路出去啊，那只能从草坪上面出去了。就那边呢，出去就是金山大道啊。那边就不进去了，还是回到湖边吧。哦，也是有个小坡可以给你推的嘛。今天呢，已经骑了有差不多16公里多了啊。虽然还没有到祈福到我的家里啊，但是呢，我就在想，后面呢，我们就不用再拍给大家看了，因为这段路已经反复的拍过好多回了。那我们呢，就在这个湖边啊，这么美景的前面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大家的一直的观看，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这里倒是有2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就在我的眼前啊，不断的飞舞，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种路上的风景啊，平时我们也不会关注啊。但是，一旦你在一个绿地旁停下来，其实你就发现啊，这个世界是有生命的。那些郁郁葱葱的绿植，在那个绿植丛中啊飞舞的蝴蝶，还有就是这个湖里啊也有很多的小鱼。刚才我又看到那些爬到步道上的那些螺蛳啊，像蜗牛一样的。